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段士师记当中的一段经文，从当中看到神在使用什么样的人，神要什么样的人来服侍他。在士师记的第6章，神呼召基甸作为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，后来基甸就呼召了很多的人来跟随他。神告诉基甸，让他从当中这些人当中来选择一部分人来跟随他。神不会使用所有的人。当时跟随基甸的人呢，有3万多人。我们看第7章第2节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：“跟随你的人过多，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，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”神要让以色列人知道，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力量，是神的手在帮助他们。那神是通过他所拣选的人来施行拯救，那神就按照他的心意来拣选人，而不是人靠自己的想法，我要做什么。神让基甸做这些事情呢，在当中我会看到神的旨意，到底神使用什么样的人。第3节说，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，凡惧怕胆怯的，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。于是22000人回去，只剩下1万人。那一下子呢，就淘汰了70%。那1万人其实已经很少了，当时的米甸人应该是很多的，应该是好几万人起码。第4节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：“人还是过多，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，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。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，他就可以同你去；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，他就不可同你去。”那么神是用怎样的一种方式呢？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：“凡用舌头舔水，像狗舔的，要使他单站在一处；凡跪下喝水的，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。”那神通过人怎样的喝水来决定要不要用这样的一个人。于是用手捧着甜水的有300人，其余的都跪下喝水。那这里边我们看到97%的人都是跪下喝水的，只有3%的人他们是捧着水，用舌头舔水。那这两种不同的方式代表着不同的意义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：“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，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，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。”我们看神不用那些跪着喝水的人，在人看来呢，300人太少，怎么能抵挡米甸大军呢？但是呢，神就是要用那些少数的人。神的征战不是靠人多势众，而是靠那些真正的忠于神的、有信心的人。神用的是精兵，不是人多。所以前边第一次淘汰呢，是让那些胆怯的回去，剩下的1万人呢，都是勇敢的，不怕死的。但是呢，这还不够，神要再次试验，再淘汰一大批，只剩下极少数那些不愿意跪下去喝水的人。那跪下喝水和蹲着捧水喝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？这里边告诉我们说，那些捧着水的是像狗在舔水。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狗是怎样喝水的？我小的时候就养过狗。狗在吃东西、在喝水的时候呢，它的眼睛是一直在观察四周的，一直非常警惕的。所以当有人靠近的时候呢，它会有察觉，会发出声音，表示它知道。这就是一个警醒的态度。那跪下喝水呢，就是完全的放松了警惕，他的注意力全在水上。跪着喝水呢，是喝得很舒服的，喝得很痛快，但是蹲着捧水喝呢，就没那么舒服。那这个喝水的姿势呢，表面看只是一个姿势，但是呢，当中反映的是人的心态。神看重的是人的心态，就是人怎样来看待水。水是必须的，人不可能不喝水。但是呢，怎样的来对待水，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
是将一切都放下，跪下去，专心的喝水，他的眼目呢，就是在水上。那反过来，另外那300人，他们虽然也喝水，但是他们没有完全的把注意力全放在水上，而是他们知道，他们喝水，同时呢，他们也要注意，要有一个警醒的态度，观察周围。他们没有把水看得过于重要，在他们心目当中，喝水是需要的，但是呢，不是最重要的。他们是把水捧到面前来，叫水来救自己。它是甜水，没有把头低下去，完全的进到水的面前，而是把水捧到自己面前。神上机电用这样的方式把人区别开来。这个区分的标准呢，就让我们看到神所看重的是人如何来看待自己的需要。在马太福音的6章24节，主耶稣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2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。也就是说，主耶稣所看重的就是人的心。人的心看重什么？当然，物质是我们肉身的需要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些物质的东西。但是主耶稣所看重的是人的心。主耶稣说：“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那里。”主耶稣并没有否认我们在事实上的需要，而是他看重的是人的心，更看重什么？在人的心目当中，什么更重要？把什么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？那在当今的世界，这种跪下去喝水的人，可以说在基督教会当中大有人在。在中国的三自教会，我认为就是跪着喝水的人。因为他们可以非常舒服的在主日去教会，堂而皇之的在漂亮的教堂里边来敬拜，满足他们作为基督信徒的一个需要。看起来他们很认真，很追求，可是呢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他们是降服在中国政府、降服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的。他们对于这样的一种属灵的归属，他们呢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已经习以为常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教会的头是谁？三自教会的头不是基督，乃是共产党。这是一个属灵的归属。信仰不是我们只要有教会，我们有教会生活，我们能听讲道就可以了。而是我们要注重的是我们在上的权柄到底是神还是世界。那么在共产党的权柄之下的教会，不可能传扬纯正的福音的真理。有人可能会说，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之下，没有别的选择，神也顾念我们的需要，体谅我们的苦衷，神是蛮有恩典的。我们是靠着信心，因信称义，不在乎外面的行为。但是呢，这里边一个重要的属灵的真理就是，你所信的，你所追随的教会，是不是基督的教会？中国早期的教会呢，全是由海外的宣教士建立的，背后呢是海外的宣教机构，他们来支持。那后来呢，一些中国的信徒，他们开始追求本土化，希望脱离西方教会的控制，所以提出了三自的概念，就是自治、自养、自传。只要他们是持守的纯正的福音的真理，坚守圣经的教导，这些都没有问题。不管是谁在掌管，只要我们上边的权柄是基督就可以。可是后来呢，共产党掌权之后呢，他们沿用了这个三字的概念，好像没有改变，还是自治、自养、自传。但是呢，这个实质已经完全不同。最重要的就是教会的归属，教会的头已经从基督转到了共产党的身上，这是一个根本的本质的改变。那么他们的神学院也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的神学院，这些神学院培养出来的传道人都是现代派的，都是自由派的神学。这些自由派的神学生传道人，他们其实骨子里都是不信派，
有人为三自教会辩护说，保罗都说只要在传扬耶稣就可以了，不在乎他是什么教会。其实呢，这个是不明白保罗他的意思。在腓立比书的1章15节，保罗说，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，也有的是出于好意，这一等是出于爱心，知道我是为辩明福音设立的；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，并不诚实，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。这又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无论如何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，为此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保罗这段话被人错误的引用，认为只要在传扬耶稣，不管是什么背景、什么教会，都是在传扬基督。基督只要被传开了，我们就应该接受，就应该感谢神。其实呢，保罗这里边讲的和三自教会完全没有关系，因为保罗这里边说的是那些传道人，他们传扬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，有的是出于结党。那不管怎么样，这些传福音的人，他们还是在传扬基督，他们上边的权柄，上面的头还是基督。虽然他们的生命是有问题的，是不成熟的，是属灵的婴孩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他们还是在做神的工，他们还是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，他们的头还是基督，这个是有本质的不同的。那我们在北美，我们不存在中国的那样的一个问题，我们没有共产党在上边管辖，但是呢，我们同样面对另外别的挑战，也是有这样跪下喝水的问题，那就是在教会当中，我们在传扬什么真理，传扬什么福音，就是对我们基督教会在世界上的角色的认知的偏差。在当今这个邪恶败坏的社会这个世界面前，我们有没有勇气去表达我们纯正的信仰？有没有勇气去指正罪恶，为主做见证？大部分教会、大部分牧师都在传扬一个与世无争的福音，躲进教会，用属灵的话自我安慰。其实，不管是政治正确，还是在真理上妥协，为了自身或者教会的利益妥协真理，本质上都是一样，都是跪着喝水，就是看重世界上的利益，过于看重神的旨意。那跪着喝水呢，就是忽视神的公义、神的真理的要求。在阿摩斯书的5章21节，我厌恶你们的节期，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。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，我却不悦纳，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。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，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声音。神所看重的是什么呢？接着24节说：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使公义如江河滔滔。这是神所看重的，神所期待他的百姓，就是有公平和公义。那公平和公义不止在教会，也包括在世界上的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公义 （social justice）。这也是神所要求、神所期待他的百姓所看重的，要在世界上传扬神的公平公义的律法的要求，这是神的心意，也是神给我们的使命。求主保守他的教会，保守他的传道人，真的有一颗敬畏神的心，真正的明白神的旨意，而不是像以色列人那样有一个虚浮的宗教的行为，一个表面上的敬虔。求主带领我们真正的能够为他来传扬纯正的福音真理，传扬他公平公义的旨意。